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企划——现金桌环游世界。这一次呢，会开始从现金桌挑选出有趣的手牌来做分析，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观众呢特别的喜欢现金桌，他不一定会打锦标赛但是他也想要看现金桌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次就一次满足所有的观众。现金桌环游世界，不定时到世界各地合法的现金桌场地，回国前总结盈利。如果为负，则需从惩罚箱抽出一个惩罚并执行。游戏规则：我会由最低级别1块3块美金开始挑战，赢到目前打的级别5个买入就升级，输到目前打的级别2个买入就降级。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赌场或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环境有没有特别的规则，也会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未来想要去哪里打现金桌，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观众最喜欢的手牌讲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实用，分享说我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手牌，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跟我认为解决的方向或者是方式，甚至是工具有哪些，可以来帮助我们学习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呢，是我们在每一个赌场呢，其实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例如说抽水的机制一不一样，它有没有积分，它有没有一些 jackpot 奖励制度，或者是环境上的不同，桌数上的不同，买入上的不同。总而言之，就是每一个赌场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那我会跟大家分享说，哪里的环境它的这一些细节有没有一样。如果说你在影片你有任何跟现金桌或者是我们讲到的任何内容有疑问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并且发问，我们会挑选出一些我觉得比较常见的问题或者是很好的问题，会在下一支影片跟大家做一个回复，各方面都可以帮助到所有的观众。小 P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企划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锦标赛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讲，其实没有这么好入手，没有这么轻易进人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锦标赛需要学的东西是很广的，你要会深筹码，你要会短筹码，你要会打多人桌，你要会打少人桌，你要会打决赛桌，你要会打单挑。那我知道很多的玩家，大部分以我观察到，没有办法一开始就从锦标赛接触。以接触锦标赛跟现金桌来讲，现金桌是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我们会从最低级别一路升级，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站在同一阵线，想这个问题跟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方式可以来帮助我从最低的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级别。我们希望呢，在旅程中会遇到很多有趣的故事，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对于我们新的企划现金桌环游世界非常的有兴趣，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呢，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把你的问题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的现金桌环游世界的场景呢，就在 WSOP Horseshoe， 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新增了一个 Poker Room， 非常的漂亮。以我目测里面的桌子差不多18到20桌，它有一些大部分赌场都有的内容。第一个，它有积分的制度，当你今天上桌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凯撒集团的会员卡给它，每1个小时会有一个积分。那这个积分呢，可以让你的会员卡升级，让你要去换一些餐点。如果说你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的话，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升级到一个比较好的会员卡，你很有可能停车不用钱，甚至是吃饭不用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特别的是，很多的赌场在拉斯维加斯，包括这个 Horseshoe 都有一个 jackpot。它这个 jackpot 呢，跟其他的地区可能不大一样。它这个地方呢，是每半个小时，如果你是最大手牌的持有者，它就会给你100块美金奖励。这个就是很看运气你可能拿到更好的手牌，或者是拿到同花顺，最后一刻赢得了这个奖池的话呢，它就会立刻把这个钱给你。那这个跟大家介绍的是 Horseshoe 的赌场里面游戏内容到底有哪些。它是以一个比较低一点的级别从1块3块美金、2块3块美金、3块5块美金，只有这3个无限注德州扑克的级别。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游戏比如说4块8块的限注德州扑克，跟25的一些奥马哈或者是方帕，反正他们有自己额外的一些游戏内容。但以最热门的、最大众的还是无限注德州扑克，然后是以13、23跟35的级别。他们1块3块最多的买入只有买到100个大盲300块钱，最少好像是100块钱大约是33个大盲。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的说的这个会员卡的积分，你的等级制度就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说你是钻石卡或者是更高等级的话呢，基本上你这个卡呢就是有一个插队的功用，你只要每一次报名的时候呢，你把你的卡给他看，他就会把你排到最前面，除非你
前面也有钻石卡在排队。基本上我上一次去玩的时候，大概等了5分钟吧，直接就可以上桌。选择比较好的会员卡的等级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帮助。跟大家讲不同环境的有一些小细节。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澳门的话呢，你要么就是等大忙，如果你不想等大忙的话，你就要放一个盲注，这样子你才可以立刻的进行游戏。最好最乖的玩家呢，就是叫做等大忙。我们在澳门的话，绝对不会在这个 UTG pose 啊，这是非常愚的行为。好，那在美国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文化，你只要是刚上桌的玩家，你可以选择等后面的位置再开始玩。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哦。像我一坐下来，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他就会问你，你要不要立刻玩？你就可以问他说，这里是不是需要付盲注？美国的话呢，它这里是不用啊。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免费的看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记得玩家特别要注意自己上桌的位置。一开始呢，其实我是从中间的位置上桌，我没有放大盲。这一手比较有趣的手牌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在最低级别其实会蛮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第一个 low 价位的玩家跟 high 价位的玩家都选择了平跟弃牌到我在大盲位，我有一个 J8不同花选择过牌，翻牌是 Q42， 3家都过牌，转牌 A 3家都过牌，合牌开5，也就是一张3就成顺的牌面上呢，我们的 J8 就是过牌。low 价位的玩家也过牌 ，high 价位的玩家也过牌。这个时候你一上桌看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要特别的去观察这些玩家到底在平跟什么手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同时也透露出了牌桌上的实力。第一个看到是 low 价位的玩家是 J10不同花，他选择了平跟，这个比较符合我们之前一开始讲的平跟的策略。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牌他想玩，他又觉得不够强去加注，所以他就选择了平跟。在越低的级别会打得越被动，很明显会有很多的平跟，尤其是玩一些比较弱的手牌哦。所以我们这是符合我们预设的一个游戏猜想，这些玩家会有这些习性。再来就是 high 价位的玩家，这个呢我就不能够接受了。93红桃啊，93红桃，第一个这个位置可以玩吗？不能玩。第二个是他合牌中顺子哦 ，Q42A5 一个彩虹的牌面哦，他最后一家哦，他过牌啊，这样子可以吗？这很明显的呢就是来娱乐的，他不管是什么手牌，他只要看到是同花牌，不在乎，他就是要玩。中了这个顺子呢，他也不一定要下注，他觉得哦我摊牌我可以赢下底池。我觉得光是这2手牌跟这2个玩家，我获得的资讯，我就会知道说这个桌子其实不错，这些玩家会玩一些乱七八糟的牌，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啊，代表是说最低级别最常见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呢是我有记录的第一手牌，我买了300上桌，跟大家讲一下 Horseshoe 呢，它有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它跟其他的 Poker Room 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好，它是一个8人桌的状况，因为它的桌子限制就是8人桌，这跟其他的赌场会有一点差别啊，大部分的桌子大概都是9人桌。那当一个桌子是8人桌的时候呢，你要知道8人桌不一定会坐满嘛，所以会是一个8人或更少的状况。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游戏的体验跟流程其实是更好更舒服了。所以呢，8人桌的 UTG 是一个年轻的玩家，他有300的筹码量，他加注到10块，他选择了超过3个大盲的加注，我在 UTG 加1，我有296，我拿到 AA 能输吗？3次下注到30，弃牌到小盲位的玩家，小盲的玩家大约有250块美金，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冷跟这个30，UTG 的玩家选择弃牌，这是一个单挑的底池，翻牌是57红桃黑桃10，有一个2张红桃的牌面，底池呢是73块美金，小盲位的玩家过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持续下注，虽然说我认为他冷跟3次下注的手牌会非常的强，但我们整体呢还是领先他的范围，他会有很多，比如说 A10同花、10J 同花，甚至是 JJ 到 QQ 的手对，我认为他翻牌前都有可能会冷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如果他真的有8899的话，我觉得他至少都会跟1次到2次，底池73，那我认为在 SPR 的状况下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持续下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选择了下注25块，小盲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黑桃8，变成是5780，2张红桃2张黑桃，底池123，他又过牌。我觉得我们的策略呢会非常的明确，在这样子一个连结性这么多听牌的牌面呢，其实我们就只有2种策略，要么就是过牌，或者是我们会选择一个大尺寸的下注。大尺寸的下注的话，我觉得123的底池，我下注一个2/3 80块美金，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下注尺寸。所以他过牌，我选择下注80，他又选择跟注。如果说他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手牌，比如说任何的3条、任何的2对，尤其是转牌哦，这么多同花听牌的牌面连结性很高，他其实不大希望合牌开一张同花或者是一些顺子的手牌，让我不会支付他的手牌。如果他有
更好的手牌的话，我觉得当他跟注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啊。基本上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那合牌来了一张我觉得不是很理想的牌，梅花10，这个时候底池283，他选择过牌，他的后手剩120，合牌可不可以价值下注？我觉得是一个问号，这就取决于说他的范围里面到底会不会有10嘛。那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会有一些 JJ 跟 QQ， 我觉得翻牌前可能不会私自下注，然后会支付我 all in。他的合牌里面，假设他真的有 A10或者是 K10同花，或者是10J 同花，我觉得他合牌很有可能会过牌。根据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话，合牌选择过牌，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策略。这个时候呢，我也过牌，看到他是1对6，有一边不是很好的双头顺，但他跟住合牌，他没有击中，就是过牌。这手牌呢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算是赢了接近50个大盲。下一手牌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筹码量变成是400多的一个状况。这手牌更有趣啊，也是一个3次下注的状况。CO 位的对手呢，他有240块美金，他选择了平跟3块。我在 bottom 位，我有420块美金，我拿到了 KJ 黑桃，我加注到一个10块，可以再大一点，但我觉得差别不大。小盲位的玩家是一个筹码比较多的玩家，他有450块美金，他选择了3次下注，3次下注到26块美金。大盲位弃牌 ，CO 位的玩家也弃牌，这时候到我们有一个决策要做。那我认为，在一个有位置的情况下，尤其是深筹码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大部分的同花 AA 跟2张10以上同花高牌，或者是8、9同花、7、8同花，甚至是所有的对子，我觉得都是可以跟注。至于我们4次下注的话，我觉得我选择一些更适合的手牌，可能是更两极化的手牌，或者是我需要有一些额外的资讯。KJ 黑桃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高频率跟注的范围，所以我们选择跟注。翻牌是 K7、4， 2张红桃，底池58块美金，小盲位选择持续下注25块。那我先猜想，我认为它的范围呢会是，我觉得 K 嗨的翻牌应该大部分的玩家所有的范围都会持续下注，尤其是他翻牌前3次下注，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很强的范围。那我们中了一个顶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这个时候呢，转牌是一张叠牌7，底池108块美金，他选择过牌。我们的2种策略都可以，我觉得可以过牌，也可以选择下注。下注的话，我的预设尺寸至少会是半个底池，我不会下到1个底池会更多。有的玩家他会打的比较平衡一点的话啊，有可能会有 AA， 有可能会有 AK 啊，甚至是有可能对不对 ？KK 他 full house 的对不对？他不怕你合牌中同花，有机会。所以我觉得 KJ 当然我们赢很多，譬如说 QQ 跟 JJ 的对子啊，假设他今天有 K10同花、K9同花，可以有一些拿到这些手牌价值的一个机会。但我觉得 KJ 算是一个分水岭啊。如果今天我是 K10同花或是更弱的手牌，那我一定会过牌。KJ 是一个可以50-50下注。如果是 King Queen， 我今天甚至是有 Ace King 的话，我觉得在转牌都是一个很明确的下注。如果我今天有 A7同花或者是1对4的 full house 的话，在转牌应该都会是一个很明确的下注。那我当下选择过牌，合牌蛮有意思的哦，是一张红桃 J 合牌，让我们中了一个更好的2对，然后呢，同时又开了一个正门花，小盲位又选择过牌，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绝对不能够过牌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它翻牌下注，转牌过牌，合牌过牌，我们的单纯一个 K 的顶对，基本上我认为90%以上都会是最好的手牌。假设它是 AK， 那开了一个正门花，那更害怕了嘛，大家有可能会过牌。但是我们的顶2对呢输 AA， 但是我们赢所有的 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下注的手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转牌过牌的话，我们合牌希望的下注尺寸一定要是比较大一点，这手牌才能够赢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底池。这个时候底池108块美金，我选择了下注100块啊，丢了1洞啊。然后这是他在想，就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啊，他在想他的手牌一定是比我弱，然后他在想要不要抓炸虎，所以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还是选择了跟注。那我先开牌，他看到我的牌之后呢，他就说啊，我非常的幸运，不知道什么意思，输钱的人都要嘴一下，他就把他牌给丢了，赢下来一个蛮大的底池啊，接近40个大盲，接近50个大盲。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全下的状况，非常的有意思。bottom 位的玩家他 straddle， 解释一下 straddle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2种位置可以 straddle， 一个是枪口位，一个是 bottom 位。straddle 意思呢就是丢2倍的大盲，它可以有一个最后的决定权。有2种嘛，要么就是 UTG 的 straddle， 或者是 bottom 位的 straddle。任何游戏是你只要还没有看到牌之前就先丢钱，一定是不好。所以你问我 straddle 是好还是不好啊？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 bottom 位 straddle 的话，我觉得反而不会这么糟。原因是因为你至少有位置。但你问我会不会 straddle 啊？本人这辈子没有 straddle 过，除非有一种特别的情况下，整桌的玩家都同意 straddle， 那我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公平的状况嘛，所有人都一样。那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底池，会让大家的入池率增加。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例。但以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全桌都 straddle， 那我一定也不会 straddle。这手牌呢是 bottom 位 straddle， 加1的玩家选择平跟 ，hijack 位的玩家有500的筹码量，也选择平跟。小盲位它是一个短筹码，只有110块美金，他选择加注到15块。到我在大盲位，我有504块，我拿到
到了 AK。那我觉得 AK 在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再加注的隔离，因为小盲位的玩家只有110块美金嘛，所以大约是不到40个大盲。我选择了3次下注48块，加1的玩家他选择弃牌 ，High 价位的玩家、娱乐玩家，他先平跟这个 straddle 嘛，他又冷跟了48块，他没丢什么钱，他冷跟48块。Bottom 位是 straddle 的玩家，他弃牌，这个时候原本加注的小盲位选择了 all in 110块。那我觉得我有2个动作可以做，我可以选择平跟，让后面那一个娱乐玩家再跟进来，或者是我可以选择再加注，因为我当下是 AK 嘛，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要跟注的话，基本上我没有位置，如果我没有重牌的话，会相对难处理一点，底池已经非常的大。我当下呢是选择了 all in， 后面的玩家想一下，他就弃牌，2位玩家摊牌，那小盲位呢是一对 Q， 我是 AK， 那么就是一个 Q high 的翻牌啊，所以他中了3条，这把牌呢我们就输了110块美金。这3手牌呢是我觉得比较完整跟大家分享啊。那这手牌让我从原本500块输了110块，结束的时候我 cash out 的呢是378块美金，买入300，游戏时间大约是2个小时，赢了78块美金。可以吃一顿牛排了。以上就是我们全新企划第1集现金桌环游世界的影片分享。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这一个企划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美国现金桌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记得订阅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小 P，大家拜拜。